现在港股是不是要牛市了呢？那如果是的话，那你有没有3个你最看好的股票呢我不是在 GMT 讲过了吗？ ？GMT 是收费的呀，那你可不可以在这里免费跟大家讲啊？免费哦。要不这样，你就快生日了，你不如就当一个生日礼物送给大家吧。那好了，我们来看一看美股没有怎么涨，也没有怎么跌，也没有出现买卖信号，所以在没有出现买卖信号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观察了。所以美股还是个牛市，还是往上的一个 channel。外面没有这些系统的话，美股又涨了，美股怎么还没跌啊？好迷惘。我们有了这个清晰度之后，你看，就是照着那个乐谱在演奏这个交响曲。港股机会来了，这里三面镜。去年的10月底到11月。是一个牛一，为什么有牛一呢？因为之前有熊三跌过头了，所以牛一有一个反弹。到了1月、2月的时候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之后，为什么没有画牛二的这条轨道出来呢？因为它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还没有出现，所以画不出来。2天前低位出来了，之后再下去的话，有高位有低位了。可能可以画出一个牛二的轨道出来。没有平行轨道的话，我们怎么来看三面镜？第一个 RSI 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第一个买入信号，第二个保利价通道，这里都是下降保利价通道的边缘的下面，它已经低过平均值的2个标准差。用统计学来说，继续往下跌的可能性就有3到4%，往回调的回归均值的可能性会有93、94%。这是一个统计学，有个正态分布，你的 standard deviation超越2个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差的话，那个可能性就只有几个%，好像是低过的是96，超过的是3个多%。那我们回看一下，在2021年的7、8月的时候，给大家介绍每一个统计学的时候有讲过买入信号。第三个，这里的 momentum， 我觉得现在动量还是蛮急的，我们还是要买早了一点。那资金有限的话，要更加准确，可能要瞄准多一点时间，要有那一枪打出去的导重。我经常说，等它的下降的动量消化掉之后，你是怎么看呢？看它的阴阳烛。在我们阴阳烛的课程里面，这个形态出来了之后，这2个出来之后，你在这里还是在往下走的。但在这里买的话，这里昨天应该买了，那你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幅，你不会买了最低，但是你避开了它在下跌的时候高位买入的一个危机，但是呢，你会错过最低的位，因为你在最低的位的时候还在往下跌。但是它一旦反弹的时候，反弹不一定马上继续会涨下去但是呢，它反弹的时候代表下降的动量已经被消化掉了。再看一下，它已经是超过了2个标准差，今天这个反弹是非常强劲的，因为已经有3面镜的出现，而且是处了一段时间的，所以一下子5月30号出现了，那6月份就反弹了。很简单，这些东西我们第1天的课程已经给大家，所以大家课程看完之后，你们都可以做股神你们都可以低买高估你们都可以赚很多钱再看一下我们要看的是 FTP Technical， 我们看过了 Psychology P Fundamental， 我们每次GMT 都有看过 Fundamental。不是太好，但是过分的悲观，过分的已经反映在价格里面。我也说到 psychology TP 类似这样的恒生指数真的是垃圾这些骂声又出来了。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大众已经开始绝望了，特别是连我们优秀的 GMT 同学都给了我一大堆理由说，哎呀，港股完蛋了，是到了熊山了。所以我为什么在2天前在我们的会员区 Kajabi 里面特意的写了，终于等到了这个超卖的时候了。我不是轻易写的，因为我写了之后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大家认真的会参考。我没有太多的把握的话，我是不敢乱写的。所以当时 RSI 超卖的时候，再看到大家已经绝望的时候，外面再看其他的理由，都是在解释那些理由，那些所谓的新闻分析都是 bullshit， 都是胡扯了。最值得感恩的福气运气是什么？就是一家公司业绩好，但是它的股价还跌。第3样，还有你是 GMT 同学，你看得懂，3样东西放在一起，真的是你3生修来的福气。业绩好，业绩不好不要买了，
我们投资嘛，要买好的企业、好的股票嘛，所以不好的股票现在这么多的，能买好的，不要选一些不好的股票。第二个，好的股票一般来说是会贵的，业绩报告一出来，好的马上涨上去了。我上个星期五看了美团的业绩报告之后，心里都在想，星期一开的时候会到140块以上，我感觉到叫市场有效一个反应的股价，结果它开了之后跌，而且跌了蛮多的。哇，这个真的是业绩好，股价跌 GMT 的同学看得懂，3个叠加在一起，这个叫运气真的很好，我们要感恩。那我们再看看具体的股票，除了美团之外，我们之前也讲过，股灾来的时候买什么股票？港交所啦，港交所平时是贵族啊买不起啊，所以港交所 RSI 20啊 ，course 啊，它的 PB 还是蛮高的，因为它是独门生意嘛，垄断的嘛，它的牌照是无形资产，它是完全没有竞争，盈利不封顶的，所以还是贵的。市盈率现在是股票的低谷期，它是一个景气循环股。cyclical 股息2.49不高了，比这个美国国债还低了。也就是说，市场告诉你，现在这个港交所的风险要比美国的国债还要低，不便宜，但是超卖了，超卖了该怎么办？那曾经对它动过心的话，那就可以买一点了；如果你没有对它动过心的话，那就不用买。另外啊，这家公司不说香港的地产发展商在中国内地啊，中国内地的背景在内房市场里面最稳健的、最雄厚的一家公司。我们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的内房危机的时候有分析过这家股票，我曾经也买过，买了之后涨上去了，我卖掉了，它涨了更多。最近啊，比我当时买的还便宜啊！你看一下 RSI 17啊 ，Price of Book 0.43啊，你买房子打8折再8折。再8折，再8折 ,0.43 啊！现在是谁都在亏损的时候，它的 PE 还是6.6啊。那房地产复苏的话，它不是不得了吗？股息7.3% 啊！我给大家做了之后，我自己也买。大部分的盈利是物业发展，中国内地占大多数，香港算一部分。那它的资产收益率这几年已经下来，因为整体的房地产不好，所以整体的收益率上来了，盈利下来了，它 PE 还只有6.6。那它盈利如果反弹的话，那是不得了了。它派的股息已经减少了，我们现在都明白，这个内房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因为减少了，还有7% 的收益率，它的那个资产负债率也不高，绝对是最稳健的一家公司，所以不用怕什么倒闭啦、违约啦这些问题。这么好的业绩，结果还跌，所以我们应该感恩。但是我们看一看外面的人是怎么样，短期看100，长期看50，他会不会把握机会？不会了。哇，散了的确要远离港股了，还有人打嘴了，买虚拟货币都比港股好啦，我要清仓了啊！买了你的股票，真是万劫不复啊！业务没损失，他那个股价下来，我们做股东有什么万劫不复啊？啊，还有人买啊，我有买啊，还有人买啊，你自己看不懂。你的无知，不要假设人家不买了，哇，也这样一大堆的解释出来，根本就用错了方法，用错了工具分析的框架，是不是很可悲？我们有教大家企业发展的7个不同阶段，那美团现在有很多新的业务还在亏损的，所以不能够用盈利的，他用盈利去做一个比较，是不是好悲啊？靠，和美团天生饭，这个是不懂啊！你自己就代表美团不行了，经济不行，消费降级，业绩能好吗？明明业绩出来很好啊，股价跌了就业绩不好了。这只股已死，大家做空就对了。这只股票哪里会死啊？全部是垃圾，垃圾的人看出来是垃圾，乐观的人看出来是机会。看到100以下，为啥跌啊？没有进来 GMT 就不知道了。短期做空获利离场的概率这样不知道了。我也放弃了，明天去销户了，放弃再玩港股了。各位再见了。各位，大家看到这些评论越来越多啊，你们应该冲进来。香港的股票，散户永远是错的，自己讲100次。你们放弃的时候，来我来帮帮你。京东这又有一个倒闭的，你死掉，京东都没倒闭了，你死掉，这个美团都没倒闭了，看谁先死。放弃了，放弃就好。放弃就代表了股票便宜啊，人家股票跌是因为那些傻的股东在抛售，或者是有一些股东在抛售，有可能美团是那个南非的公司收了腾讯的派发的美团股票，他不
想要美团嘛，他要腾讯嘛，他很大的量卖出来嘛，那关这个美团公司有什么事情？所以呢，股票价格的升跌就像浮云一样，市场的风云，企业营运不成果。我们看的是企业的营运，转亏为盈了，赚得不得了的钱了，垄断了这些市场了，营运很好哎。所以你要看企业的营运的话，我买了做他的股东的话，他的营运没问题啊。你怎么会骂那个人是垃圾？是吧？垃圾才骂人家垃圾。你想想看，你自己是做老板的，去公司里面骂你的员工，垃圾啦，我们公司死定了，那些员工不跑才怪了。这是我们的 GMT 的一位同学，太厉害了。我有一次还要请他吃饭，我发现他投资的股票的经验比我还多了。他70年代已经在投资了，也是他的父母给他的机会，从小就开始接触股票，到现在真的是很厉害。他上 GMT 上得很开心，经常在我的留言区留言啊。我刚开始我不知道，有谁这么正面了。我说是不是我妈妈开的账户啊？是不是我哪一个朋友开的账户这样来捧场啊？结果是不认识的。今天还是昨天他又有分析了，又赚了钱。那我再想想啊，为什么有些 GMT 同学来问我，哎呀，金爸爸还能投吗？金爸爸要不要止损啊？金爸爸要不要把资金转到哪里去啊？要不要怎么样？要不要怎么样？为什么这个 Anna 同学就是又买到了很多了，今天又赚到了，想起来也开心了。同样的老师，大家都是按 GMT 听金爸爸讲的，同样的方法学过5部曲、3面镜、技术分析等等等等，但是不同的成绩，不同的行为当然有不同的成绩。为什么有些人把握到机会，有些人没有把握到机会？所以金爸爸其中有一个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观察分析。那我今天有一些 insight， 一些独特的见解给大家啊。这些见解呢，你听得懂的话，有一个句话叫上士问道，哇，这真的很好。中士问道就是说，讲等于没说啊。下士问道，大笑也，胡扯了。以下这些是上士、中士还是下士的？就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没有智慧的人，还是愚蠢的人？第一句话，红色和黑色的来自易经，祸和福，我係福之所依，福係我之所否，两个不同东西，它们原来是两个同时出现的。你看到福的时候，旁边看一看，永远有个祸依在他身旁；你看到祸的时候，看一看福啊，也在他下面埋伏着。所以到底你得到的是福还是祸，完全由你万事有心出发的嘛。你心里面正频的是什么频率，你就会得到什么结果。起心动念，为什么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方法，不同的结果？因为起心动念的那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在那里骂垃圾啦，一大堆高彩东西啦，我在那里感恩，这么好的公司，业绩又好，股价又跌，我又看得懂，来，我这么好的福气，我不能不要啊！福气的那个财神爷啊，把这些福气给我，如果我挡住了，他以后不给我了，我一定要接受啊！那讲完了不同的同学之后啊，到我了啊，大家讲一下我最想买的、吸引我的一只股票是哪一只？就是呢，我也想了好久，真的为大家，包括我为了自己作为生意来说，做他老板真开心。现在股价又是最吸引的，我想了好多之后呢，有了以下6个来做比较，我给大家看到我这个思维啊。准决赛有6家公司，其实有2家呢，也有它的亮点，最主要还是来做个比较，因为有另外2家公司跟他们的业务有重叠。第一家呢是京东。京东无论是美国上市的、香港上市的，其实都差不多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京东它的营收。那这里啊，我们要讲多一点，就是因为每一个公司它商业模式有一点不一样，它的盈利的 recognition 或者 revenue recognition 也有点不一样。经常我看到外面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京东的营收跟阿里巴巴的营收比较，把京东的毛利率跟阿里巴巴的毛利率比较，其实是每一家公司都不能比较。京东、阿里巴巴、拼多多、美团好像是都在做差不多事情，但是他们的数字是不能够互相比较的。所以在这里我全部都是用自己跟自己比较，这个季度的我跟上一个季度同比的数字来比较，而且我比较的时候不是说京东有1个亿啦，1个亿 so what， 我来做的比较是做一个 percentage 百分比的比较，到底是增长了还是下跌了，我们就容易来比较了。阿里巴巴毛利跟京东的毛利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阿里巴巴毛利的增长率跟京东的毛利的增长率就可以做比较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第一个看一下京东的营收
top line 只有1.4% 的增长，有点缓慢，但是呢，它的毛利率增长了蛮多。其实我觉得京东以前流向都比较慷慨，比较爽快，很多的成本是相对比较高了一点点，对员工的福利啦，对其他的设备的投入啦，都是比较大手笔的，所以相对的成本给我们的感觉是贵了一点点。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它是把成本慢慢的减下来，使到它的毛利率上升了，所以是往好的方向走。经营的利润，因为它的 overhead sales SG&A 这些固定成本是缩小的更多，所以使到它也是因为去年它基本上没怎么赚钱，在一个小的经营利润的基础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那现在的股价呢，如果我们用 PE 来看的话 19.2 还算可以， Price to Book 1.76 也算是便宜。但是业务的增长如果它是营收的增长，像拼多多那样，那可以一直增长下去，因为你是在抢外面的市场。如果只是成本的下降来使到盈利的增长的话，那这个增长是有天花板的，因为你成本到最后是降不下去的。营收可以越来越做大，但是成本下降是有个地板的，不能再下去的。那最终我们作为股东最关注的就是归股东的利益。那归股东利益，如果它的降低成本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不会永远的降下去的，所以这是我的看法。第二呢是阿里巴巴 Source anything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ith Alibaba.com, the sourcing pros. 阿里巴巴呢是6大业务看来看去都不是太好，整体来说它也增长了2%。最赚钱的现金流的生意淘宝中国电商这还在萎缩。那如果我们因为其他的也是综合一起来比，所以我会把阿里巴巴综合一起来比的话，它的整体的营收涨了2%，毛利涨了4.4%，经营利润反而是降低了9%，所以呢也不算太好。唯一一个亮点就是现在它的股价真的是很便宜。怎么便宜法呢？就是用 Price to Book 来算的话，相对来说 1.48 是低的。那我觉得未来它的股价催化剂使得它不会那么低产的股价，可能就是分拆了之后，使到现在捆绑的那一个折扣会消失掉或者减少掉，所以分拆可能是对未来股价的一个催化剂。但是作为经营来说的话，吃老本被人家在蚕食。那好了，附图各种的业务，从 top line 的营收的 revenue 增长到毛利的增长到经营利润的增长都是非常的漂亮特别是经营利润也是在这么艰难的一个股票市场里面还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真的是很厉害。那现在的股价呢，作为一个 PE 11.9这个 PE 当然是 12 months trading 12 months 的这一个 PE 的定义11.94% 不算很高，算是很合理了。Price to Book 1.89， 它的1.89， 它的现金都是拿来放债的，这个叫 margin 或者赚利息的，就是白白的股东的钱是拿来赚利息的。还有那 0.89， 那我们是他换了老本钱大本钱获取来的客户和他的经营的牌照和他的市场第一的品牌的地位，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吸引的。那未来呢，最新它会进入了马来西亚市场。那现在主要它的盈利还是靠香港一点新加坡，所以我觉得它真正到盈利的那个层面美国市场、澳洲市场、日本市场、马来西亚市场还没有真正的任何的显示出来。所以未来这些国家和地区慢慢的显示盈利的增长，会使到它有一个未来增长的一个跑道。当然谁也不知道它可能有一天会拿到中国大陆的牌照，所以它未来的增长点还是有。那再下来一个呢是百度，如果你看 AI 的话是最便宜，但是呢在中国的市场里面，它的 AI 又是最有胜算的，现在最领先的一个公司。百度最近有一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是意义重大的，它是设立了$10亿的创业基金。那当然百度创业所投资的创业公司，也就是用百度的 AI 的开发语言和它的平台来开发应用层面的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那为什么这一个是做一个产品出来的发布会要重要很多呢？因为在一个科技的领域里面，生态圈是很重要的。你这个生态圈里面，这个平台这个 AI 语言的人越多，而且会产生懂百度 AI 技术程序的人越多，飞将那个语言程序的人越多，也会使到以后整个市场里面用百度的这个需求的企业也会越多。到最后不是产品跟产品的比较，而是哪一个生态圈里面最多开发人员
最多应用产品，就像 Windows 当时很多年都一直打败了苹果的电脑，为什么？IBM PC 是垃圾，真的是垃圾。但是因为 IBM PC 里面整个生态圈里面，因为它是开放的，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专业插入的一些产品和开发人员，所以很多年内在电脑层面，这个苹果是做的差不多要倒闭的。后来是因为它的手机垄断了，再带回了苹果的电脑，所以呢，百度在一方面是领先的，而它也是最便宜的 price book 最低的一家公司。那3690美团。刚才有很多的同学讲过了，最主要是现在是关键点，转亏为盈是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它的股价又跌到了2020年没有涨之前的时代20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一个小股灾，它的股价从100块跌到70多块，后来一涨就涨到400多块，所以现在120块好便宜的一个年代。当然最后有拼多多。拼多多它的营收和它的利润增长都是最高的，而且是高的不得了。那当然我就不知道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能持续多久，因为它也是面对的京东啦、阿里巴巴啦，甚至有一些买菜的业务是面对美团的，都是强大的对手。这6家公司哪一家是我的最爱的股票呢？或者在此时此刻这个价格最值得买的呢？我们来做决赛。第一个，京东和阿里巴巴。也是一个有一点点亮点，但是到决赛的时候已经被淘汰掉。我们来看一看美团跟拼多多2个业绩报告出来，非常漂亮，非常好。那这2个来做比较，哪一个会好一点呢？我是这样想，第一个业务竞争来说，2个都是竞争力非常强，都在增长。现在我们看数字的话，拼多多是增长率略高一点点，所以竞争来说，拼多多抢市场抢的要比美团更厉害。第二个规模效应来说，美团的规模效应更复杂更大，而且它的那个产品链供应链它这个规模效应包括飞轮效应会更强，所以这里是美团赢了。未来的市场的发展潜力，那拼多多相对来说还是小一点，所以它未来增长的潜力还是要比美团多一点，这是我的感觉，还是在成长。范围效应就是美团除了外卖还有到店还有新的业务买菜闪购等等的，以后还能发展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它也有一些什么共享单车啦、叫车子啦等等旅游酒店所以它的范围要比这个拼多多要更广，所以这里是美团胜利了客户的转换成本因为美团比较多花样，拼多多买的价格比较敏感嘛，所以转换成本也是美团略胜。进入壁垒呢也是美团，这里进入的壁垒最难的是它的物流的团队，那美团是自营的物流团队，拼多多是建了极兔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个进入壁垒里面，美团的进入比例是要比拼多多要强多。所以我们看到抖音直播就算怎么做，一到了送货的时候还是比不过美团，所以定价能力来说呢，也是美团优胜一点，生态圈呢也是美团优胜。拼多多的那个商家比较不开心，那美团的生态圈里面呢比较多元化一点，还有呢股票市场的错杀的可能性。那我们感觉到最近大家都是好的业绩报告出来，但是美团是跌了好多天，所以这个错杀的可能性也是美团的胜。2个比较了之后，美团是胜于这个拼多多。美团又跟富途来比较一下，第一个竞争对手富途是吊打他的竞争对手，竞争对手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规模效应也是富途胜。为什么这样说呢？富途你看它的毛利率很高很高，平台做完之后，每加一个客户，它基本上没有获取那个客户的成本，但是在服务这个客户的成本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所以富途的这个规模效应要更高。那未来的市场的发展美团这个市场还是有很多的多元化的服务的潜力的。但是富途呢是不同的国家，马来西亚啦、日本啦，我觉得都是可以深挖的，包括澳洲啦，这些都可以深挖的，还有一些现在还没有进入的国家，2个都非常好。但是我觉得美团现在可能是刚刚转亏为盈，从现有的一个优势再衍生出来的新的市场，美团略胜。那范围效应呢也是美团略胜，因为美团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同种类的服务。
但是富途也有范围效应，基金的管理啦、财富的管理啦、信托的服务啦，还有一些超级富豪的一些衍生产品啊等等等等也是有，包括还有那个公司的 ESOP 也是有一些范围效应的，但是在这里美团还是领先一点点。客户转换成本呢，我觉得是富途会比美团更好。几千万的股票在富途了，我不会转，没有钱的人可以转，我有钱的，我的股票都放在里面了，不会再转，所以也是富途的胜利。我觉得进入壁垒，美团会比较难做，所以这里是美团胜利。定价能力，富途胜利，因为为什么呢？富途那些相对来说定价已经很低了，相对传统银行啊、券商啊那么一点点的钱，其实我们已经省了很多了，我觉得富途赚也是可以的啊。另外一个呢，是它有一个羊毛出在狗身上的一个特性。到了财富管理啊，到了企业服务那里啊，都是基金和企业付钱的，所以它有一个羊毛出在狗身上这个定价能力的优势。付出业务比较简单，这也是我们一会儿会讲到。以后如果讲故事的话，美团很多人还是错误的以为是一个外卖的公司，但是付出就是个券商，很容易讲这个故事，所以一般来说会被人家更加容易理解。那股票市场错杀的可能性呢？虽然我们刚才觉得美团也是在被错杀，但是付出的错杀是更多了，什么中国又监管了、下架了，怎么样了？我觉得完全是明显的错误。然后 PE 付出也是远远的低过美团，当然美团是刚刚开始转亏为盈，所以不太公平了，用它的 PE 所以 PEG 也是付出有高速度的增长，然后它的 PE 也不太高，也是非常的胜利Price of book 美团是4.9几，然后付出是1.8，所以这几个都是付出赢Romi 当然也是付出赢，所以这一轮的比赛美团是被付出打败了。最后富途跟百度来做个比较。第一个，市场领先的优势，其实百度在 AI 里面，包括百度在中国的搜索引擎里面也是绝对的领先的，但富途还是竞争对手完全是被吊打，百度还是要竞争一下。我觉得百度的 AI 有潜力以后完全抛离它的竞争对手，但是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现在还是富途胜。第二个，规模效应，富途胜。其实两个都有非常大的规模效应，搜索引擎也是有非常大的规模效应，云端也是有非常大的规模效应，但是富途略胜一点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百度胜利，因为 AI 绝对是一个未来会改变各行各业的，在中国市场里面，我还是最看好的是百度在这个领域发展其实任何的领域头3家你可以看一下，第4、第5基本上就不用看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中国的 AI 里面，百度是遥遥领先的。当然，中国的 AI 如果是1000米的长跑的话，现在才跑了200米但是百度是遥遥领先，它比人家跑早了10年。第二个是商汤，第3名阿里巴巴，2天前刚刚发布了产品，腾讯第4名，还有那些第5名就不看了。真正在跑的第1名就是百度，跑在遥遥领先。第2名告诉你它的跑鞋好一点商汤。第3名刚刚头1米跑出来的那个阿里巴巴范围效应呢，我觉得其实两个都有，百度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范围可以衍生出来。那客户转换成本呢，也是百度胜。我这里说的是 AI， 一旦你 AI 云做了百度，包括你的那个产品开发在百度基本上平台上是转换不了，不能转换的link。这个进入壁垒AI 烧钱烧到你的穷光蛋，他自己有自身的盈利来支持他的一个 AI 的投入，所以这里百度胜。定价能力也是百度胜，因为一旦 AI 做出来之后，它的定价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是看未来的。我觉得市场是完全忽略了百度，但是错杀了富途。那被市场讲故事来炒作的话，像 NVIDIA 现在就是讲故事炒作了这里呢，百度还没被市场开始讲故事，但是将来更有可能是讲百度。PE 是富途胜 ，PEG 是富途胜 ，Price of book 是富途胜Romi 也是富途胜。所以我们看到在前面的竞争和增长的潜力里面，两家公司差不多，但是到了这个价格的问题，现在哪一个折扣大一点？我觉得富途的折扣大一点，所以最终我最喜欢的股票就是富途。刚才那一小段视频只是6月2号直播的一小段，如果大家想得到 T-Papa 每周的直播指导，并且在指导之下在全世界市场找到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加入 GMT。 现在加入的话，你还可以看回之前3年半的视频和直播。大家可以在资讯栏下面的第1条链接
点进去了解更多。那看到现在，你给我们一个赞，也给自己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们下次再见。